10年前你害死我妈，直到1697年，陷害我爸入狱，姓安的用肮脏的手段，才得到如今的成就。星耀之所以能成为10年了，兵，就是时刻保持我终于等来这个机会。要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。今天我就要让你血债血偿，才能让星耀乘风破浪，再创辉煌。启东，我的眼睛好痛！抓住他！启东，左曲眼。别弄了，拿2条黄鱼送船上去。老板，你的菜好没好啊？哎，好了好了。老板，来条鱼。来，师傅来。鱼到了。开船！一条野生大黄鱼的价值不菲，但比不上你金贵。抓你，可比抓鱼麻烦多了。为了适应黑暗，我承受了多少，你就要付出多少。得知你这2个月过得比我还要艰难，我心里可舒服多了。谢谢你。听人说，鱼胆可以治目赤肿胀。你把我弄瞎之后，我鱼胆泡药，没少吃。那这么看来，好像没什么效果呀。鱼胆中的氢氰酸毒素可不比同剂量的砒霜要少。中毒之后，如果没有及时救治，会引发腹腔内所有气脏的衰竭。所以今天特地为你献上这一道美味，喜欢吗？游游。除了尤震的女儿，还有谁能用这么愚蠢的方式去刺杀安国轩呢？如果不是你，我现在已经得手了。10年前，尤震挪用项目资金，甚至还闹出了人命。死者正是尤震的妻子齐兰，而他们的女儿尤尤，从当时的天之娇女，堕落到了在夜店里卖酒。你说，要是你妈知道你干的事儿，她会
怎么想。我妈不会复活，你也不会复明。别以为你替安国轩挡了毒酒，他就会重视你这个不受宠的私生子。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说我私生子。不过我现在就破例原谅你，而且我还要送你一份礼物。自从你爸进了监狱之后，你很久没去看过他了吧？这份孝心我替你尽了。哎，你知道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手里正抱着这个八音盒，不撒手，嘴里还念叨着你的名字呢。你对我爸做了什么？激动什么呀？我犯得着对一个活着比死了更痛苦的人下手吗？我不过是告诉他，你的女儿活不过今天了，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。你弄瞎我的眼睛，我就让你永远瞑目。再见了，悠悠。小破，你脚下站的这个地方会建一个超级大的八音盒，就和这个一样。我妈妈是一个很优秀的设计师，昨天电视上还放了她的新闻。妈妈，刘震，你涉嫌重大安全事故罪、挪用资金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悠悠，妈妈，这10年来我过得很好。姓安的私自伪造账户，伙同他人陷害尤震，搞得人家家破人亡，这些罪名加起来够判你个无期的了。你听好了，尤震当年就斗不过我，就凭你。妈妈，我来找你了。高珊珊为什么来找他？齐格格我早有耳闻，他是唯一一个获得法国 NDA 建筑设计金奖的华人，会展中心事关星耀的继承人人选，而齐格格这样一位顶级设计师，能助他拿下这个项目。这么说来，高珊珊和东哥竞争的关键在于齐格格。哎，来了！好戏开场。
子来了，怎么会来啊？真是白跑一趟。哎，他就是齐格格。我们这些最顶级的建筑公司的猎头，全都是为齐小姐来的。齐小姐，我们可以一直都在等你啊。酒准备好了，我们猎头啊，都在等着齐小姐帮我们挑选未来的后起之秀呢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她是今年最年轻的评委。她为什么放一杯红酒啊？这证明这个设计师的作品啊还不错，但就像这个红酒一样，还需要珍藏和发酵几年。这个作品他看了这么久，肯定不错吧？哟，居然是香槟啊！这就意味着这位设计师啊可以提前庆祝了。这杯可乐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真替这位同学感到悲哀啊！齐小姐的意思是让这位设计师以后远离设计行业，做个快乐的肥宅。齐格格，齐小姐。谢谢。你的眼睛，一场意外，但我听你的声音，却有种熟悉感。熟悉。或许我们有缘能成为伙伴。这款鞋被称为时代的眼泪，没想到齐小姐你这么怀旧。不过这双鞋似乎不太合脚。只剩下一双的经典款，就算不合脚，也得拿下。我和齐小姐一样，但凡是看中的东西，一定不会放过。所以今天，哪个作品是你看中的？我看中的不是作品，而是你。忘了做自我介绍了。宁海市星空公司总裁，齐东。宁海，我只听说过星耀，可没听过星空。我相信，只要齐小姐加入我们星空，星空很快就会在业内名声大噪的。那就抱歉了，我选合作方和选鞋子一样，只喜欢经典款。经典款是过去式，创新才是未来式。经典之所以经典，是因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。不像所谓的创新，看起来夺人眼球，实则只是一时的风头，很快就会被淘汰了，对吧，大哥？如果想要走得更远，合脚似乎比经典更重要，否则就会像齐小姐方才那样，一不留神摔了。二位是？哦，星耀集团副总高珊珊，齐东是我未婚妻的哥哥。你就是3年内为星耀收复华南市场的高总。如果学妹能够加入星耀，我相信用不了3年，星耀就能重新成为全国建筑行业的排头兵。
对我这么有信心啊？当然，毕竟你我师出同门，都毕业于卢米尼，我相信学妹的眼光。容我考虑一下。大哥眼睛不方便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的墨镜。替我扔了吧。看在你这么有诚意，加上是为我们未来的份上，今天的事我原谅你了。还是我们家静静最懂事了，本来买了凌晨3点的飞机飞回去的，想让你明天一早睁眼就能看到我，结果临时出了点事，耽搁了。好吧，那你一定要尽快回来啊。放心。我们家静静第一次穿婚纱的样子，我怎么能错过呢？早点休息，晚安。晚安。高总，对不起，启动下了死手，我还是把您的行程告诉了他。他不来横插一脚，我反而会不习惯。万一齐格格真选了祁东怎么办？他瞎了之后，只花了1年就能行动自如，现在又成立了子公司，难保他没什么野心。集团弃子，前途渺茫，选谁不是一目了然吗？哪位？是我。学妹叫我来，应该不止下棋那么简单吧？扮演一个贴心未婚夫很累吧？怎么说？不到15分钟的时间，学长看了5次手机，是怕家里那位突然查岗吧？齐小姐是想帮我解忧消愁。这一副残局，困扰我许久，一直无法破解，直到遇见学长你。是吗？我想帮你，帮你登上星耀最高的位置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不会被赘婿的身份所限制。我这个人从来不相信无缘无故的善意，一切都标好了价格。我要星耀15%的股份。你野心倒是不小。既然你看得出来，我是个有野心的女人，那你也只能选择我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凭我会除掉祁东，当做开胃菜送给你。提醒一下学妹，眼瞎并没有成为祁东的阻碍，不要小看他。我已经有了计划，你只需拭目以待。东哥，这齐格格眼光也太差了，竟然选了高珊珊。过早暴露底牌的人，注定只能是输家。齐格格必须是我的人。东哥，那不是昨天那个胖子吗？跟上看看。你们要做什么？用一杯可乐就判人死刑的感觉，一定很爽吧？啊？爽不爽？
爽不爽啊？我也想感受感受。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姑娘，算什么事儿？滚开！这和你没关系。一个瞎子还想英雄救美，今天我就废了你！你自己闪开点。过来！小心！跟我走！人呢？人呢？我来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。你一直在跟踪我。齐小姐就是这么感谢自己救命恩人的吗？巧了，看来齐总和高珊珊想的一样。我和她不一样。哦？我想要的，就一定会得到；得不到的，就把它毁掉。谢谢。高珊珊开出的条件很好，给我一个拒绝她的理由。待我掌管星耀之后，我可以给你星耀的干果。齐总打算给我多少？让我猜一猜啊，高珊珊是不是答应你，助她掌权星耀之后，给你10%的股份？再多一点点。我可以给你 double。30%。齐总是打算让我成为星耀的女主人？你知道，要想成为星耀的女主人，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？我这个人并不喜欢女人太主动，但是你的魄力，我很欣赏。所以，齐总承诺的还作数吗？明天一早，跟我回宁海。那就预祝合作愉快。干得不错，谢了，破姐。拜拜。
悠悠姐，事情都办好了，你那边呢？放心，鱼已咬钩。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，祁东做梦都想不到，自己才是那个猎物。不过悠悠姐，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，不对祁东下手，反倒与他予以合作了？祁东虽然把自己训练的与常人无异，但我查他的病历，治疗并不理想。他是真侠，也不会想到我能活下来。所以，与其打草惊蛇，倒不如踩着他这颗垫脚石，登堂入室。我懂了，安国轩现在是半隐退状态，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，可以利用祁东进入安家，接近安国轩。没错。不过祁东这只狐狸疑心很重，若是单刀直入，定会被他怀疑目的不纯。所以悠悠姐就利用鹬蚌相争，借由高珊珊引起祁东的注意，再设计英雄救美，请君入瓮。等我上位之后，再将他彻底铲除，那可比现在杀了他有趣多了。太狠了，我喜欢。前奏而已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妈妈，我终于回来了。干妈，当初我出国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强行把你带走。要是你出事了，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啊？那样的话，我就不会知道真相，也不会知道是安国轩害我家破人亡。你认为你的冲动和幼稚能扳倒安国轩吗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八音盒是你妈妈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要不是渔船过去，听到音乐声，怀疑有人落水，你的小命就不保了。复仇可不是逞一时之快。如果你想击败仇敌，你必须从长计议，步步为营。我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份，把你送出国留学。等到你准备好了之后，再回宁海。从今天开始，之前的那个悠悠已经死了，现在的你叫祁哥哥。
站住！你是？我的未婚妻，齐格格。齐总，十四，当年我抓到了你贪污的证据，你不是已经被安国轩赶出宁海了吗？怎么，现在突然又跑回来了？安董消气了，可怜我，让我回来做管家。啊，既然选择回来做狗啊，可就不要有什么其他的心思了。当狗，也要当一只合格的看门狗。那，你可得好好保护我未婚妻的安全了。毕竟啊，她也算是你的半个主人。明白。今天是您母亲的忌日，安董让我过来送花。现在赶紧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自然是为你而来，因为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。继续。我一直很好奇，堂堂星耀集团的太子爷，为何会变成一个不受重用的瞎子？一查才知道，竟然是被一个女孩给弄瞎的。而那个叫悠悠的女孩，不久之后就死了。不会是你杀的吧？看来你功课没少做。看来我猜对了。是有。怎么，害怕成为第二个悠悠啊？不，我比他聪明，我知道该如何选择。看来你对新身份还挺满意啊。当然满意，未婚妻这个身份，才能更好地接近安国轩，助齐总成为星耀未来的主人。今晚的家宴，希望你好好配合我，好好表现。
你怎么了？我在想，住在这个宅子里的会是什么样的人？从现在开始，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。只要你露出一丁点的破绽，他们就会像秃鹫一样，将你大卸八块，分而食之。所以，时刻牢记自己的角色，不能有半点的松懈。放心，我绝不会把今晚的家宴变成最后的晚餐。齐总，齐小姐，里面请。你来干什么？就这样欢迎你哥？我姓安，你姓齐，我俩根本不是一家人。再说，你个瞎子回来干什么？我眼瞎，你腿瘸，你不觉得我们就像天生一对的好兄妹吗？你是谁啊？齐格格，我的未婚妻。叫嫂子吧。大哥许久不回来吃饭，刚回来就带来如此劲爆的交价。我这个人吧，做事可是非常有效率的，不像你，订婚宴都不去，非要跑去个海州，到最后还扑了个空。你们在海州见过？我去海州设计展找新的设计师，好巧不巧碰到了大哥。和大嫂第一次见面，妹夫年纪轻轻，怎么记忆力不太好的样子啊？我明明记得是你亲手把名片送到格格手里的，对吧？没错，学长去海州三顾茅庐，就是为了找我。他希望我能加入星耀，只可惜我没兴趣。学长，特别巧，我和齐小姐都毕业于卢米尼设计建筑学院。更巧的是，还是同门师兄妹。齐东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过是想提醒我亲爱的妹妹，管好你的未婚夫。我和珊珊的感情用不着你指手画脚。你和你妈一样，居心叵测，为了上位不择手段。静静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许这么没礼貌。安叔叔好。我听14说了，你们下飞机后就去祭拜了祁东的妈妈。好，行了，先吃饭吧。吃饭吧。不去。小姐说她心情不好，就不下来吃饭了。多大了还闹小孩子脾气？你说，这样吧，你给他备份饭菜，送到楼上去。是。见笑了啊，就这一个女儿宠坏了。都怪我。本来这次去海州是邀请齐小姐加入星耀做首席设计师的，结果事没办成，还让静静误会了。不过
却促成了大哥和齐小姐的良缘。对了，你们认识好像才3天吧？恨一个人啊，需要一辈子；但爱上一个人，一瞬间就够了。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来，从认识你的那一天，从你勾起我手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我这辈子注定会被你套牢。所以为了避免你从我手中溜走，我得先下手为强，亲手为你戴上戒指，把你牢牢套住。齐小姐好本事啊，短短几天就让我这个儿子铁树开花。你可是他第一次带回家的女人。不过，齐小姐，我怎么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呢？或许是因为我们本就有缘成为一家人。说得好啊，既然是一家人，齐小姐能分享一下你怎么和我儿子在一起的？我在海州做评委的时候，有一个学生对我蓄意报复，是祁东出现救下了我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我的往后余生都属于他。好一出英雄救美！不过，太巧了，莫非大哥一直在跟踪齐小姐？对啊，我对格格就是蓄谋已久，不像你，求而不得。看来齐小姐的出现，让我这个儿子和女婿啊，是针锋相对了。不过他俩心知肚明，最让他俩不安的，还是会展中心的项目。哎，齐小姐，你说他们两个，谁会拿下项目呢？安叔叔，您想问的是，祁东和高珊珊，谁能拿下星耀的继承权吧？这几年呢，我身体是越来越差了。在外面呢，有很多星耀的传言，我呢也是想听听不同的声音，兼听则明嘛。表面上是星耀继承权的争夺，实则是这些年星耀的经营困境。销售断崖式下降，星耀急需一场变革，刮骨疗毒。所以，谁能带领星耀杀出重围，绝地反击？谁可不就是星耀未来的掌舵人吗？好一个杀出重围，绝地反击啊！齐小姐，果然是秀外慧中，怪不得他们两个都想把你纳入麾下。齐小姐，我的部门随时欢迎你的加入。你还真的是百折不挠啊！你们两个呀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不如把针锋相对这个劲儿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多久没陪我下棋了？珊珊，下棋，吃饭。
早在墓地，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吧？没错。你之所以没有揭发我的身份，是因为你想往下看，看我有没有本事走下去。现在看来，我眼光还不错。费尽千辛万苦回到安家，为了复仇吧？因为你恨，你痛恨祁东揭发你贪污项目款，更痛恨你忠心耿耿10年的主子安国轩，让你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被赶出了宁海。你别自作聪明，我随时都可以揭发你的身份。3年前，你和一个富家女相爱，你想带她私奔，可是安国轩将你赶出了宁海，棒打鸳鸯。你再回来的时候，那个女孩就死了。想不到，你还是个情种。你想怎么样？既然我们都有秘密，目标又一致，不如你我2人联手。合作的事我会考虑的，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：祁东虽然眼瞎了，但他心没瞎。你一直潜伏在他身边，不怕有一天他发现你的真实身份吗？有人，启动。刚才去哪儿了？你是在担心我吗？不过，我发现这房子好像有鬼。你害怕鬼啊？有时候，人比鬼可怕多了。那你怕我吗？你好像很享受人鬼共舞啊。尤其是和你。这次见祁总，他的行动越来越敏锐了，真不知道在背后付出了多大的努力。我这个儿子的确不简单呐。还有，查一下这个祁格格。是。我说了不吃，都给我拿走！不吃就不吃，瘦了过2天穿婚纱更漂亮。不要穿婚纱，我不要结婚！你跟那个祁哥哥都给我滚！珊珊，
齐格格这种女人，不过就是一颗用过就废的棋子，而你跟她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的世界只有你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和悠悠姐在法国住的公寓一模一样？绝对不会让阮姨发现你偷偷回宁海了。来，悠悠姐，坐。其实，干妈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我真的不能再让她为我操心了。哎，你一张嘴，我可是跑断了腿。哎呦，从小你就跟在我屁股后面，我为你打架出头，挨了多少骂啊！哎呀，打住打住，悠悠姐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抱怨了。对了，悠悠姐，今天家宴怎么样？有没有大杀四方？祁东在安国轩面前向我求婚了。东哥，你求婚是认真的吗？我就觉得你对悠悠不一般。祁东这个疯子居然想出这招。不过我对我这个未婚夫倒是有点兴趣了。我这5年的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。今晚我正式进入了安家。那咱们下一步的计划是联手高珊珊把祁东踢出局。安小姐，我们已经等您很久了。店里新到了几款由顶级设计师设计的婚纱，您过目。珊珊，你帮我挑一件吧。好。请。这款怎么样？这款也太素了吧，我还是喜欢有设计一点的，不灵不灵的。我记得你们店有一款设计师手工款，您眼光可太好了，那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。那我带您过去。好，等我一下。这边。学长，我选的。我吃不了热豆腐。你说我怎么能不着急呢？静静，好，我马上来。
你怎么来了？自然是给齐格格选婚纱来了。怎么，只允许你结婚，不允许我订婚啊？没有，是你走错了，这里是更衣群。哦，是吗？齐总好。看见齐格格了吗？没注意啊。正式入职的第一天，还适应吗？慑于齐总的淫威，同事们都对我很友好。那我希望你不要因此恃宠而骄。方案呢？这个方案，屋顶以鞋类构架覆盖，玻璃打造的透明空间，横跨了整栋建筑，模糊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。届时搭配上独特的灯光设计，完美契合了会展中心主打慵懒神秘的半透明风格。不知道齐总可还满意？你应该去问招标会主席符总，他是否会满意。设计方案的好坏，他并不在意。对付符总，还需对症下药。没想到，齐小姐还是个老中医。老中医可算不上，但是治你，绝对是足够了。说吧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宁海市非职业击剑大赛。齐总应该听说过吧？你是想参加这个比赛？没错，符总就是赞助商之一，他可是个骨灰级击剑粉，这些年也赞助了不少业余剑手出赛，但最好的成绩仅仅止步于16强，他符16郎的名号也是因此而来。我在想，倘若有人能帮他一雪前耻，会展中心项目即便不是10拿9稳，也能站个近水楼台吧。看来齐小姐对于自己的击剑水平很有信心。击剑是讲究速度、准度和爆发力的运动。我通过听声辨位来跟你比一场，想赢就拿出你全部的实力。
你没事吧？我看你不是瞎了，是眼睛长其他地方了。有些事情不用看，要用心。我去，这大哥也太狠了吧！他就是个疯子，他已经有所收敛了。我觉得他就是借机报复，该不会是上次在婚纱店，他其实已经发现你和高珊珊密会了吧？照你这么说，那就和我怀疑的一样，他一直在跟我演戏，他装瞎。小友，你应该猜到了吧？不管在你眼里我现在是怎样的恶人，你终究会明白我的。